新一轮宿舍淘沙已开始，请做好准备，谨记以下规则：一、蓝色头发的人是正义的；二、饮水机里的热水有毒；三、戴眼镜的宿管不说谎；四、晚上10点之后不会有人敲门；五、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，一旦触电有生命危险；六、凌晨0点到3点不能去厕所，否则后果自负；七、死亡即出局。刚刚宿舍门缝里递进来一张新纸条，上面的规则没有变动。看完后，我们紧皱眉头，回到了自己的床位，希望今晚可以安全度过。我们到底要到啥时候才能从宿舍逃出去？胆小的小伙小声地哭了起来。这几天快要把他折磨疯了，我们被选进了这场宿舍淘沙游戏。此时此刻，小七也快要崩溃了，急需你们点赞、分享、订阅的支持。至于这场大淘沙什么时候会终止，没有人知道。7天前，我们在宿舍里收到了第一张纸条，上面的内容和现在的一模一样。当时我们都以为是恶作剧，但是我看着上面红色的字迹，却莫名有些不安。于是我和舍友去敲隔壁宿舍的门，万万没想到，我们连续敲了5间宿舍都没有人开门。回到宿舍，我们赶紧把门反锁。不应该啊，这一层楼总不能所有人都没回来吧？现在都10点半了。是不是因为纸条上面写着10点以后不会有人敲门，所以他们都不敢开门？我们4个人集体陷入了沉默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于是我用手在墙上敲出异常的求救信号，隔壁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了我。果然不是没有人，而是他们不敢开门。兄弟们不要慌，我打电话报警。送人头，怎么了？手机没有信号啊。范建和杨伟也拿出自己的手机，也都没有信号。别怕兄弟们，我来保护大家。杨伟是练体育的，身材魁梧，胆子也大。突然，宿舍的门发出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杨伟立即把我们3个挡在了身后，并拿出手机当武器。门开了。突然，宿舍的门发出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杨伟立即把我们3个挡在了身后，并拿出手机当武器。门开了。原来是宿管阿姨啊，吓我们一跳。刚要上去求助，我急忙拉住他。杨伟，他没戴眼镜。我们楼一共有3名宿管，来的这个是徐阿姨，平时一直戴着眼镜。看到我们的警觉，徐阿姨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刚刚你们4个一起出去敲别人的门，想干什么？宿管是有监控，他可以看到每个楼道里的情况。我大着胆子说，我们水卡都没钱了，想借张水卡。用我的吧，有什么困难联系宿管室，不要影响别人休息。他一直伸出手，站在门口等，动作僵硬，像机器人一样。似乎我们不接他就不会走。杨伟跑了过去，还没拿到水卡就被扑倒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杨伟危险了！情急之下，我举起椅子就砸了过去，但是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。夏建仁和宋人头也过来帮忙，就算联手，也不是徐阿姨的对手。情急之下，我灵机一动，想起了第5条规则：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，一旦触电有生命危险。我迅速从柜子里拿出我的职业卷发棒，大吼一声，都闪开！正好范建和宋人头使出吃奶的劲，把杨伟拉了出来。我闭着眼，不去看他狰狞痛苦的表情。几分钟过去，他再也没起来。小七杀人了！第一次杀人，我吓得哭了起来。范建和小伙在旁边劝我说这是正当防卫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杨伟可能就要提前下线了。杨伟为了感谢我，更是拿出了珍藏了2年的宝贝。之后，杨伟把徐阿姨的尸体抬了出去，扔在了楼道里。第2天早晨，楼道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他们都在讨论昨晚的事情，小七也被吵醒了。来到楼道后，发现徐阿姨的尸体不见了。你们也被卷进来了？昨晚你们宿舍解决了几个怪物啊？怪物？原来整栋楼的宿舍都沦陷了，我们宿舍居然是最晚接到通知的一个。你们要小心了，随时都会有怪物出现，大家要想办法利用规则保护自己。有时候那些怪物还会假扮成舍友，1楼超市有物资，我们出不去这栋楼，赶紧去吧，晚了就没得挑了。他们想直接去超市，被我叫回了宿舍。隔壁那小子头发是金色的，说的不一定对，但是为了防止怪物冒充我们的人，我们必须先想一个接头暗号。我们的头发也不是蓝色的，你相信我们吗？当然，我们不是刚一起战斗过吗？首先我们要团结，一定要互相信任。同意小七的观点，现在只有我们是最亲的人。
我们商量好，就用我们最喜欢的奶茶饮料作为自己的街头暗号，必要时报出自己的代号。超市里人很多，但大家都安静不说话，满满的气味。我们囤了1箱方便面、一些自热盒饭，还有矿泉水和牛奶。我还另外买了几个杯子和许多塑胶手套。糟了，我忘了买洗漱用品了，你们先回去。为安全起见，我们最好一直待在一起。我们又回到了超市，我们却遇到了4个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对方也瞬间慌乱，两队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其他人发现了我们这边的异常，反应一致，全都四散而逃。超市里只剩下了我们8个人，还有一个收银员。范建突然喊了一句：“墨香奶绿。”杨伟和我反应过来，依次喊道：“红豆奶茶。”杨枝甘露。只剩宋人头没有说话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宋人头朝我们狂奔过来，惊恐的大叫：“茉莉花茶。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们身边的人居然已经被调包了。就在这时，超市里的收银员走了过来。游戏开始了，请双方选手做好准备。每人只有1次答错的机会，第2次答错当场死亡。每轮回答双方选手1次答题，3轮答题过后，存活人数多的一方获胜。失败方会有什么惩罚？失败方全员出局。规则中的第7条，死亡即出局。看来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游戏。我们吓得魂不守舍，反观我们的敌人却非常嚣张，小腿抖得像尼古拉斯似的。第1题，请问你是杀死史真香的凶手吗？是或者不是？406宿舍的人类先回答。听完问题，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史真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去年暑假开学，他因为全科成绩挂科，从教学楼天台跳楼身亡，遗书就留在他的鞋子旁边。范建非常肯定的回答：不是。回答错误。范建根本不认识史真香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明明是自杀。收银员不理会我们的抗议，转头对另一侧怪物进行提问，问题内容完全一样。假范建说了一个是，就轻松答对了第1题。收银员的手指指向我。第2题，请问你帮学校教务管理员虚报过支票吗？又或者没？年初时，我们学院的教务管理老师因为挪用公款被学院开除立案审查。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猜想，难道就要说相反的答案才行？有。回答错误。我的手心全是汗，再错一次就是死路一条。对面的怪物选择了和我相反的答案，他们又赢了。这不公平，每次都是一样的问题，我们回答错误，他们自然就知道了正确答案。收银员完全不理会杨伟的话，直接指向了他。第3题，请问你是否替陈宿管隐瞒过偷窃行为，又或者没有？以前我们楼有4名宿管轮流值班，陈宿管因为偷东西被抓，上个月已经被开除了。这场游戏有点古怪，所有问题指向的都是我们学校里发生过的丑闻和罪行。可我们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在事发之后才听到风声和流言，根本不可能有参与的机会。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？回答错误。关注小七，却遇到了4个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对方也瞬间慌乱。两队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其他人发现了我们这边的异常，反应一致，全都四散而逃。超市里只剩下了我们8个人。游戏开始了，请双方选手做好准备。每人只有1次答错的机会，第2次答错当场死亡。3道问题下来，我们3个人全都失去了仅有1次的错误机会，而对面的怪物们1次也没有答错过。第4道题，收银员指向了宋人头。第4题，请问你曾是校园暴力的施暴者吗？是或者不是？是。回答正确。轮到对面的怪物作答时，假宋人头依旧给出了相反答案，他们终于输了1次。我们心里为宋人头感到高兴，可想笑却笑不出来，死亡的危险笼罩着我们。第2轮对方先回答，我们没有压力，只需要根据他们的答案对错进行跟答就可以。前2轮答题结束，2队都没有人被淘汰。第3轮开始前，宋人头来到范建旁边。我好像发现了规律，我还有2次机会，我先试试。如果验证正确，你们就按我说的规律答。我想到了一个好问题，第3轮第1题，请问你愿意加入怪物队列继续游戏吗？愿意或者不愿意？愿意。
哎，宋人头，你胡说什么？万一是陷阱怎么办？你个老六！选手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不要越位，警告一次，第二次直接出局。我们紧张的等待公布结果，收银员有些气急败坏。回答正确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规律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看我手势回答，我们一定能赢。我们明目张胆的作弊，收银员也不制止，因为规则里没有不能互相帮助这一条限制。在宋人头的提示下，我们其余3人全部答题成功。怪物方的贾小七因为答错2次，当场暴毙，这意味着我们赢了。亲眼看着他们口吐鲜血，倒在了地上，冲击感令我手脚发麻，没有高兴，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。比赛结束，46宿舍获胜，失败方淘汰出局。赢家奖励：超市全场物品免费随意挑选，不限量。我们带着物资回到了宿舍，宋人头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超人。老宋，你太棒了，你救了我们的命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，我都满足你。此时此刻，我想让看小七视频的兄弟姐妹们点个免费的小爱心就行。宋人头，规律是什么？我到现在都还没明白。其实答案和真相没有关系，而是和我们的头发颜色有关。这场游戏的关键是规则1，蓝色头发的人是正义的。根据规则，我们之中只有小七是好人，我们3个因为发色被分类到了怪物的一方，所以只要内容是邪恶的，他们就要给出肯定的答案，而小七则要给出否定答案。看来这场游戏的破解之道，全都需要依靠纸条上的规则。却让我在意的是，收银员为什么会提到那些学校里发生过的案件？难道收银台提到的那些丑闻和案件与这场宿舍大逃杀有关？我们学校整栋宿舍楼都掉下了一个死亡大逃杀游戏，怪物会伪装成我们的模样，于是我们决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2两一宿轮流值班，一张新的纸条从门缝里递了进来。我胆大包天，上前弯腰捡起纸条，我很好奇外面到底是谁，我透过门缝往外看，门缝里的那只眼睛把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杨伟看到我的异常举动后，撒丫子跑了过来，他想确认外面到底是谁，但是门缝外已经空空如也。小七，快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。我恨这里的所有人，你们全都有罪，知道真相却不敢说出口，目击罪恶却熟视无睹，帮助魔鬼隐瞒罪行，你们都是帮凶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这是史真香的遗书。宿舍变成现在这样子，不会是他变成鬼回来报复学校里的人了吧？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，科学道理解释不清，只能归隐一些鬼怪事件。劳累了一上午，大家躺在床上不一会就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呲溜呲溜的声音吵醒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是杨伟，他在吃东西。当我看到他手里的泡面时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别吃，你该不会用了我壶里的热水吧？是啊，我壶里的水不热了，饮水机排队的人太多，我就说着说着，他也感觉不对劲了。楼道饮水机里的热水有毒，我的暖壶里是昨晚刚接的热水。杨伟迅速跑到卫生间，希望能把毒素吐出来。杨伟，你怎么样了？头晕肚子痛。你别着急，我下去找个宿管问问情况。我来到1楼宿管室，发现屋里只有刘阿姨一个人。有事吗？刘阿姨，我们寝室的有人喝了饮水机里的热水。喝了就喝了，水不就是让人喝的吗？阿姨，您知道纸条上的规则吗？刘阿姨拿出一沓一模一样的纸条，原来每天派发这些规则的人是宿管，他告诉我，不是人的怪物喝了才会中毒，人喝是没有问题的。原来这些规则是教给我们对付怪物的方法。您知道史真香为什么想不开吗？他是被人逼死的。我还想再继续问，此时徐阿姨回来了，我一看到她就浑身发毛，她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像是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。徐阿姨一进门，刘阿姨就不再说话了，看来坏宿管会对好宿管进行监督，我只能趁徐阿姨不在的时候才能询问刘阿姨一些问题了。我们被卷入了一场大逃杀游戏，失败则立即死亡，我们一无所知，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感觉很害怕和无助。从宿管室出来回到宿舍，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对劲。宋人头手里还拿起了武器，我瞬间明白过来，我不应该独自一人出去。宋人头赶紧报出昨晚商量好的新暗号990，求求你，885，帮帮我，687，别生气，挖掘技术乃加强，中国山东找蓝翔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早川皮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，青亥里皮蓬，碳氮养肤奶。真的是你啊，小七，我们以为你出去就回不来了。
杨伟，你怎么样了？除了身体有点虚，感觉好像没啥事了，哈哈哈。我把从宿管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。此时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对这场死亡游戏了解的太少了。我们不能总是躲在宿舍里，决定去楼道里探索一番。路过饮水机，有不少人在排队接水。蓝色头发的是好人，说不定他能知道一些东西。同学，你知道饮水机里的热水，人是可以喝的吗？对方小心谨慎地看了看我，确定我没有攻击意图后才说。我知道啊，看来规则对所有人都适用，而且他可能知道的比我们多。我们昨天才开始接到规则通知，什么都不懂，咱们能不能共享一下信息？他和我一样也是蓝色的头发，就不可能是怪物。可以，但我只能单独告诉你。我谨慎地跟着他走到了楼梯口这个位置，能让室友看到我，但却听不见我们的对话。你不该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们不是蓝头发，迟早会变异。这栋楼里的怪物都是由人变异而来的。蓝头发的人已经结盟了，你可以搬到我们宿舍来，我们是临时凑成的宿舍，大家都是蓝头发。谢谢，不过我想问一下，关于史真香你知道多少？他住在306宿舍，不过去他们宿舍打探消息的人都没能走出来，所以没什么有效信息。我不能说太多，你考虑一下。来我们宿舍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史真香的舍友全都不是蓝色头发。回到宿舍，我把蓝头发男生和我说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室友。室友非常体贴，说如果我担心他们变异可以搬走，他们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不打算搬走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感情深厚。我怎么能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话而离开他们呢？况且我认为蓝头发的问题一定会有破解的方法。突然，楼道传来了一阵躁动的声音。我开门查看，发现徐阿姨正在挨个宿舍进行检查。很快就轮到了我们，我事先把通了电的卷发棒藏在身后。徐阿姨要求检查我们的电脑桌，在犯贱的键盘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。徐阿姨看到纸条上的内容后，想要把犯贱带走，我就拿出卷发棒威胁她，有些气馁，临走时冷笑着说：他键盘下的纸条会害死你们，我可是为你们好。离开前，他还用红色笔在我们宿舍门外画了一个圆圈。在走廊里，伸着脑袋观察情况的人发出一阵惊呼，竟然是怪物攻击符号，又是他们宿舍。昨天在超市，怪物也选中了他们。他们是不是和史真香的死有关啊？不然为什么每次都是他们倒霉？说不定史真香就是他们害死的啊。我们觉得这张纸条应该是昨天我们都出去的时候被偷偷放进来的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。对，不能老是待在宿舍里，这样很被动。我们应该出去寻找线索。经过大家商讨，我们一致同意一起去会这个神秘的306宿舍。我们来到了306宿舍，对面3个人发出阴森的笑声迎接我们。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宿舍都快坐不下了。谁是犯贱？犯贱站了出来，他们看了一眼后，邀请我们一起吃东西。桌子上全都是鸡腿，穿红衣服的拿着一个大鸡腿，朝卫生间的方向走去。从卫生间出来，他手里的鸡腿已经不见了。卫生间里还藏着一个人，我们都没敢说话。杨伟胆子大，直接问道：我去，谁这么重口味躲在厕所吃东西？叫他出来洗，吃不香吗？宿舍的3个人面带微笑，并不回答。几秒钟后，杨伟又蹦出来一句更要命的：你们该不会把史真香关在厕所里了吧？我刚想说不可能，人都死了，怎么可能会被关起来？结果对方说话了：废话真多，你要进去陪他吗？我们先要去卫生间里看看。去，可以去，但只有犯贱可以进去。不行，我们至少要进去2个人。我们只有3个人，比赛开始的前提是队伍人数一样。你们有资格和我们谈条件吗？必须要有1个人被关起来。那我们可以出去1人。只有赢了比赛的人才有资格出去，输了的只能永远留在这里，等待下一组比赛的人出现。如果你们赢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变回人类了？对面3个人的笑容同时消失，怪物就是怪物，没有机会复活。我浑身发冷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输了，就要变成怪物留在这里，化身306的成员，把眼前3个怪物放出去作恶。原来之前来打探消息的人并没有死，而是变成了怪物，不断循环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此之前，人类从来没有赢过。别逼逼了，要么犯贱进去，要么你们直接弃权认输。犯贱没有再说话，直接走向了卫生间，把水壶拿着，关键时候可能能保命。好了，那我们正式开始比赛。请406宿舍成员根据提示线索还原史真香自杀的原因。你们可以提问，但我们只回答是或者不是。
半小时之内还原重点内容，超过90%则判定胜利，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则判定失败。那谁来当裁判啊？我们3个就是裁判。不公平，这样的话毫无公正可言。你们这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，你以为你们有选择的权利吗？现在计时开始。提示线索：史真香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大2上学期全科挂科。暑假开学后的第2天，他自杀结束了生命。请还原事情真相，注意每次只能问一个问题，之后我们开始一问一答。1. 史真香确实是自杀。2. 史真香和舍友之间的关系很差。3. 史真香自杀前曾经向舍友求救过，但是舍友无动于衷。4. 史真香的成绩不是他的真实水平，是人为原因导致的挂科。接下来的15分钟里，我们3个人做了不少于50种假设，都没能猜对院长让史真香挂科的原因。眼看还剩不到10分钟时间，宋人头小声重复遗书上的话：知道真相却不敢说出口，目击罪恶却熟视无睹，帮助魔鬼隐瞒罪行。这应该说的是3类人知道真相却不敢说的是室友，魔鬼应该就是指的院长。那还有帮助院长隐瞒罪行的人到底是谁？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这比赛纯粹就是坑人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我怎么猜他经历过什么？对啊，上次问题的时候还提到过宿管陈阿姨和财务管理员2个人，也许这些事件并非随机出现，相互之间有关系。我很快反应过来，宿管陈阿姨是不是目击了院长的罪行？那学校的财务管理老师是不是帮院长隐瞒了罪行？是。我连续找到了2个关键线索。杨伟和宋人头高兴的合不拢嘴，杨伟激动的抱住我说：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关键问题了，院长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正当我们还在思索的时候，卫生间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。我们想要去查看范建的情况，306的家伙们拦着路，死活不让我们过去。突然，范建出现在他们身后。不管你们想知道什么，我全都说。范建没有犹豫，直接把水杯里剩下的水全都泼在了他身上，他们被团灭了。范建，咱们还没弄清楚史真香自杀的原因，你怎么就把他给干掉了？这场比赛是骗局，赶紧离开。其实根本没有所谓比赛，都是他们编的谎话。真正胜利的方式是在半小时内从房间离开，他们只是在拖延时间。计时器上的时间还剩不足1分钟，我们赶紧跑出门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们成了第一个从306宿舍逃出来的人。范建，你在厕所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里面是不是关着怪物？对，里面的怪物应该是变成了史真香的长相，同样也是在消磨我们的时间。我用热水逼问出了真正胜利的规则，逃了出来。可是规则上面不是说0点之后不能去厕所吗？不知道，也许这一条规则也是针对怪物来说的，只对怪物有效。在3确认范建没有受伤之后，我们复盘了一下史真香的死因，决定找机会去问宿管阿姨。再次来到宿管室，幸运的是只有刘阿姨自己在。我开口说：阿姨，我们想。刘阿姨打断了我的话，我们4个懵了。不是人的东西，从这间屋子出去，不要以为能瞒得过我。怪物的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味道，喷香水也掩盖不住。我们4个人里只有范建喷了香水。不可能，范建一天24小时都和我们待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是怪物？我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，可范建一句话也不说，他居然真的默默退了出去。大伙的眼泪说来就来。你怎么会是怪物？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。其实306厕所里根本没有怪物，0点之后被关在厕所里的人会逐渐变异。等我脑海里开始接受怪物的规则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原来范建不是从怪物口中得知了比赛胜利的方法，而是他自己变成了怪物，获取了怪物才知道的规则。这怪物又怎么样？你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兄弟。违抗规则指令的怪物将被清除，它只会越来越虚弱，直到腐化。我们全都傻在了原地。要我伤害无辜的人，换自己苟活，我做不到。所以抓紧时间，在我消失之前把真相找出来，好歹也让我能死个明白。我们3个人失声痛哭，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。明明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，明明我们马上就能逃出这里，一切很快就结束。你们快点，还有10分钟我就该换盘了。院长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史真香为什么会被判挂科？陈阿姨为什么不报警？还有财务管理员，他又帮校长做了什么？刘阿姨听到我们问了这么多具体的问题，难得露出了微笑。
我没有亲眼看见，但我听徐姐说过很多次。史真香经常凌晨3、4点钟从外面回来，每次回来还是一身的伤，应该是和别人打架了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多问。直到有一次她值夜班，碰巧看见史真香跟着一辆蓝色轿车，那里坐着一个男孩，第二天在学校里打听才知道是史真香他们学院院长的车。那个男孩是史真香的男朋友，后来那个男孩子跳楼了。史真香这孩子发了疯一样，说院长逼迫女孩子，还找人打他，可是没有人敢相信他的话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再后来史真香就死了，他尝试了反抗，可院长支出了一笔钱给女孩家属封口，财务管理员也帮着隐瞒了这件事，因为他的大闹，甚至全部挂科。他的舍友明明知道，他每天遍体鳞伤的回来，却没有人为这件事作证。终于真相大白了，犯贱倒下了，彻底留在了这虚幻世界之中，而我们则被传回了现实世界。关注小七，